有一个音乐家是业界出名的又懒惰又爱吃，该交差的作曲总是拖到最后一刻才肯写，甚至还有牛排以他命名呢。这位先生可是集作曲家、美食家、社交名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，银子面子都响叮当，口袋麦克的，甚至连华格纳在穷困潦倒时都以他为目标支撑下去。大家好，我是 Sherry，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史上最幽默又富有的作曲家罗西尼。1792年2月29日下午，在意大利佩沙罗港边一栋房子里听到婴儿洪亮的哭声，史上最具喜感的歌剧天王罗西尼就此诞生了。因为4年才有一个闰年，所以等罗西尼过第18个生日时，他已经72岁了。他说这样更省事啦。70大寿前夕，他那群死党跑来告诉他，他们募资2万法郎，要为他立一个纪念碑。但是2万法郎可不是小数字，罗西尼听了马上说，什么？要替我立铜像？那不如你们把2万块给我，我自己去那里站着。罗西尼出身音乐世家，父亲是一名小喇叭手，母亲是歌唱家。罗西尼幼时正值欧洲动荡期，革命运动遍地开花，而罗爸非常热衷政治，还超挺拿破仑，甚至挺到2次都进监牢。就是因为罗爸太投入政治了，导致他工作有一搭没一搭。还好罗妈一直守在身旁，没有跟老公闹翻。他还有一副好嗓子，于是2夫妇就到处游唱赚钱，把小罗西尼交给奶奶抚养。但是小罗生龙活虎，根本不肯乖乖念书啊。本来还想把他送去当学徒给调教一下，但是连屠夫、铁匠都只能摇头退货。所幸小罗自幼拥有美丽的歌喉，加上长得白净美，因此他很快就得到佩沙罗天鹅的封号了。从10岁起，小罗便在教堂合唱团中唱 solo。13岁时，首次参加歌剧演出，成为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以歌手身份登台。虽然罗西尼的歌唱天赋极高，但各方面的教育却非常浅少，因为幼时启蒙的音乐老师只教他用2根手指弹琴。我还真没办法想象2根手指是要怎么弹琴，是弹筷子舞吗？也因此，罗西尼总自称为4流钢琴家。不久后，罗西尼就进入了波隆纳音乐学院，但是他觉得学院老师教的太八股了。在学校他无聊到打瞌睡，平常就靠借谱自修。可以说，罗西尼的作曲技巧不是学校教的，而是从过往大师的作品，如海顿与莫扎特侍从奏中自己琢磨出来的。晚年的罗西尼还跟德国作曲家华格纳说，去学校简直浪费时间，还不如看莫扎特总谱学到的更多。200多年前，罗西尼就有此远见，他这席话根本直击现代教育体系的痛点。难怪许多亿万富翁如 Steve Jobs、Elon Musk、Jeff Bezos， 甚至比尔盖茨，大学没念完就出来创业了，因为真正的人生课题不在学校，而是生命经验啊。可能因为从小唱歌，在音乐的长期熏陶下，罗西尼对旋律和和声结构具有强烈敏锐度与创意。他从小歌手开始养家活口，后来变成大键琴手，还担任合唱团指挥，最后更在18岁时创作了第1部歌剧，摇身变成作曲家。还好罗西尼不安于教室，他如果当初乖乖待在学院，只专精某一个乐器或能力，那他就不会是这位令后代推崇又捧腹的斜杠大师了吧。1810年，罗西尼18岁发表了他的第1部歌剧《婚姻契约》。他那高度欢乐又识别度超强的旋律风格，让各种歌剧邀约由意大利4面8方涌来，口袋的钱开始多了起来。就这样，罗西尼的富豪退休之旅正式起航了。话说，罗西尼的歌剧创作不是在误打误撞的情况下产生，就是有一些蛮瞎的理由。举例，20岁他写了人生第5出歌剧《斯蒂》。罗西尼向当时的剧团经理抱怨剧本很烂，就是因为太烂了，所以他回进一部也很烂的歌剧作品。
两人互不相欠。另外一例，罗西尼为歌剧《巴比伦的奇诺》谱曲时，他发现第二女主角长得非常的 ugly， 但更糟的是，这个女主角的唱腔范围只有在降 B 音勉强能够听。于是罗西尼写了首雪糕咏叹调 Aria di Sorbetto， 让观众可以买雪糕解馋，并尽量让女二的音符在降 B 音打转。这首勉强完成的谁卯是温驯的人，最后竟然红遍天，成为当时最 hit 的单曲。不过我觉得以罗西尼的精明头脑，他应该要跟卖冰小贩抽成才对，毕竟他写的可是世上 No.1 的雪糕咏叹调啊。从1815年至1823年，罗西尼创作了20部歌剧，堪称是工作狂的发功期。除了成为波罗纳2个歌剧院的领导人，罗西尼按合约还必须每年为2个歌剧院各写一部新的歌剧。罗西尼真是抢钱抢翻了，他什么剧本都接，但是一天只有24小时，导致品质越写越差。终于连神父都看不下去而写信怒斥他，但厚脸皮的罗西尼装了一下可怜后，还是故态复萌。罗西尼回信道：亲爱的老师，请您忍耐一下，我现在为了糊口，每年得写5-6出歌剧，常常手稿的墨水未干，就得交给誊写员抄写分谱，连看一遍的时间都没有啊！等我以后不那么忙时，再写无愧于您的音乐吧。所谓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为了赶工，罗西尼开始抄袭自己以前的旋律，稍微调整后再抄进下一部新作。他自我 copy 的本领到了如此浑然天成的境界，甚至让同一个序曲能在3出完全不同的歌剧听到。最好笑的是，有个出版商想帮享誉全欧洲的罗西尼大师出版歌曲全集，罗西尼终于有点羞愧心的回应：这样大家不就会发现我每一首序曲都一样了吗？罗西尼善以堆叠和渐强制造出无与伦比的激情和效果，他喜欢带给人民纯然的愉悦，虽然缺乏深度，但这就是独特的罗西尼正字标记。其实在罗西尼第5部歌剧，他便开始运用独创的渐强效果，这在罗西尼后来的歌剧中屡见不鲜，因此罗西尼便有了渐强先生 Signor Crescendo 之封号。渐强风格尤其在他人生的巅峰之作《塞维亚的理发师》可以清楚听见哦。尽管先前因以试金石、唐克雷蒂在阿尔及利亚的土耳其女郎而成为畅销作曲家，但让整个欧洲为之疯狂的却是罗西尼于1816年罗马推出的《塞维亚的理发师》。1816年，有人请罗西尼写歌剧来庆祝罗马狂欢节，代价是相当现在美金400元，加上一套西装。罗西尼必须指挥3场，在3周后就上演。向前看齐的罗西尼马上把家里变成音乐工厂，他选塞维亚的理发师做题材，他来编曲，请人写歌词，外包各种乐器的配奏。若一编好，他就马上给歌星练唱，但若没有灵感，就把以前不成名的作品全部东拼西凑。就这样，罗西尼终于在3周内凑出了这部旷世巨作。塞维亚的理发师一推出后简直红遍天，就连当时的乐圣贝多芬也吃味呢。话说30岁的罗西尼第一次出国，来到维也纳拜访大名鼎鼎的乐圣，又聋又病又老的贝多芬说：原来你就是写塞维亚的理发师的作曲家，我要恭喜你，塞维亚的理发师是极优秀的喜歌剧，我相信只要意大利歌剧存在，那么这出歌剧就会继续演下去。音乐家很多都是穷光蛋，能够富裕退休笑到最后的音乐家真的很少。如果要比，那么除了韩德尔，另外一名就是同样也是双鱼座的罗西尼了。1810年，罗西尼第一出歌剧《婚姻契约》拿到200里拉，塞维亚的理发师花13天就完成，
报酬是1200里拉，外加金扣西装一件，等于一天赚100里拉。要知道，吹小喇叭的罗爸一天才赚2块半，罗西尼当年不到25岁就能赚到父亲的40倍。而到了封笔之作《威廉泰尔》，罗西尼要求15000法郎，等于是他出道的30倍。他这一生中总共写过40部歌剧，再加上各种邀约演出与版权，终于让罗西尼在37岁就成功退休。根据富比士榜和维基百科等资料显示，罗西尼累积的总身家约有现金500万美金，也就是1.5亿新台币，可以说是音乐家中最富有的一位，也是史上最年轻退休的音乐大师。1824年，罗西尼在伦敦待5个月就移居巴黎，担任起巴黎意大利剧院的经理。1829年，在法国大革命气氛感染下，根据席勒同名诗句写成歌剧《威廉泰尔》，反映意大利人民要求摆脱外族压迫的愿望，同时对大歌剧题材的形成起了推进的作用。这也是罗西尼的最后一部歌剧。当时尽管他只有37岁，却从此放弃歌剧创作。有人说是罗西尼江郎才尽，但也有人说是因为罗西尼不愿意在动荡革命时期创作。我是觉得，反正罗西尼赚得差不多了，那还不如早早退休，离开是非之地吧。那么，不写歌剧的罗西尼都在干嘛呢？中国有个苏东坡，意大利有个罗西尼。若说塞维亚的理发师是罗西尼的音乐代表作，那么罗西尼牛排可说是他送给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了。其实罗西尼是天生吃货，他热爱美食的程度实在令人难以想象。最令人捧腹不已的是罗西尼的这番话：我一生只哭过3次，第一次是母亲去世，第二次是听了小提琴家帕格尼尼的演奏，第3次则是在湖边野餐时，我手笨不小心把涂满松露酱的火鸡肉卷掉进水里。妈妈咪呀！据说罗西尼牛排的由来是因为某天深夜，罗西尼肚子饿了，他不忍心叫醒佣人，所以干脆自己下厨。他以红酒、波特酒、黑松露熬成酱汁，将鹅肝垫在菲力牛排上。后来加了鹅肝的菲力牛排，便完成了罗西尼牛排。在2017年法国国庆前夕，法国总统马克宏邀请美国总统川普夫妇共进晚餐，餐厅是在巴黎埃菲尔铁塔2楼，法国名厨 Alain Ducasse 旗下的米其林1星的餐厅 Jules Verne。打开菜单，主菜便是法国经典菜式罗西尼牛排。退休后的罗西尼主要待在巴黎，偶尔回老家波罗纳或是佛罗伦斯逍遥。由于身体不好，他常常到处去泡温泉做 SPA。1835年，他访问比利时第一次搭火车，被摇摇晃晃的火车吓到，从此罗西尼只肯搭更颠簸的马车。虽然说罗西尼37岁就封笔不写歌剧了，但见上帝前，他还是留下晚期的2大巨作：1814年的《圣母调歌》以及1864年的《小庄严弥撒》。1855年，罗西尼重返巴黎，而从1858年起，开始在自家举办周末沙龙，这是巴黎上流社会最 hit 的轰趴。罗西尼在沙龙上兴致一来，总会弹弹琴、唱唱歌，发懒时就交由晚辈接手。罗西尼可是半趴十足，现今这些公关时尚品牌活动的噱头，他全部都玩过了。1868年9月26日，罗西尼在家举办最后一次周末沙龙。当时76岁的老罗已经虚弱的无法见客，肺炎加上直肠瘘管令他痛苦不已，躺在床上喃喃祈求圣母玛利亚赶快带他走。终于，罗西尼在2个月后离世。也许是上辈子做了好事，让神这么眷顾罗西尼，因为音乐家不是穷破潦倒，如舒伯特和莫扎特，就是体弱多病早早上天堂，如肖邦和孟德尔松。只有罗西尼健康长寿又钱多多，还成为史上最富有也是最早退休的古典音乐家。我想保持一颗赤子之心，笑口常开，也是福气满满的秘诀吧。好在地球曾经出现过罗西尼这位奇才，为世界送上许多欢乐，不让我们局限于古典音乐的世界里。
而是在电视、电影、广播、广告、卡通都能听到罗西尼的旋律。罗西尼的幽默感不流于尖酸刻薄，他的技巧也并非是愤世嫉俗，他不仅潮人，也乐于自嘲，于是他成为当今最受欢迎的音乐巨星。37岁封笔退休，余生近40年纵情于享乐，是最早举办轰趴的社交名人，更是伟大的美食家。